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10年11月27号晚上10点半，河南省西峡县，寒风刺骨。此时县城一家火锅城刚刚打烊，总经理李琦像往常一样步行返回1公里外的别墅。行至一个加油站附近，一辆疾驶的无牌轿车突然停下来，跳下2名男子，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：“不许叫，否则要你的命。”李琦不敢反抗，被挟持后，轿车疯狂驶出县城。28岁的李琦出生在西峡县城，父母是工人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。2002年，李琦从平顶山财贸学院毕业后，和李俊磊相恋。李俊磊比李琦大3岁，高中毕业后跟随父母一起做房产生意。2004年，李琦和李俊磊婚后在县城白雨路开了一家上下4层的火锅城，生意火爆。2008年，李琦和丈夫已拥有千万资产。这一年，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苗苗出生了。意识到自己遭绑架，李琦吓得大哭起来。坐在他右边的胖男子用刀尖抵着他的腰说：“不许哭！”并用透明胶布把他的嘴给封起来。坐在左边的瘦脸男子用尼龙绳把他的双手反捆起来。李琦没有任何反抗能力，他泪眼汪汪地望着胖子绑匪，挣扎着要说话。胖子揭下他嘴上的胶布，凶神恶煞道：“再哭，让你看不到明天日头。”为了不激怒绑匪，李琦止住了哭声。他强装镇定问胖子说：“大哥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何要这样对我？”瘦脸发话了：“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，让你死个明白吧。你想想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”李琦一向待人和善，生意上也没结下冤家。他把身边的人搜寻了个遍，仍然找不到答案。对方提醒说：“你认识周娟吗？”听到周娟2字，李琦的心一沉。当年女儿出生后，丈夫李俊磊开始频频夜不归宿。2009年底的一天，李俊磊在卫生间洗澡，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发出嘟嘟的短信声音，内容是：“亲爱的，晚上你过来吗？”李琦恨不得把丈夫从卫生间里揪出来质问，但他强压怒火，记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。原来给李俊磊发暧昧短信的女人叫周娟，家住城关镇，开了一家时装店。周娟最失落时邂逅了李俊磊。1周后，李俊磊又深夜未归，李琦到丈夫常去的 KTV 找的。在一家 KTV 包房，她发现丈夫正和周娟缠绵，她不由分说对周娟就是几记耳光。然而李俊磊丝毫不觉得愧疚，反而一把抓住李琦的头发往墙上撞。李琦欲哭无泪，心死了，他决定离婚。后来李俊磊百般哀求，承认错误，向他道歉，他才原谅了他。而今他居然从绑匪口中得知自己遭遇绑架是周娟安排的。李琦脊梁骨直冒冷汗，不禁颤声道：“他毁我的家庭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。”接着李琦哭诉了周娟破坏自己家庭的一系列事儿。这时候前排司机发话了，对胖子说：“大哥，我们别被这娘们骗了，还是尽快把它做掉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阵阵恐惧袭向李琦，他知道自己时时刻刻都有生命危险，他觉得自己就这样死在绑匪刀下，心不甘呐。他暗暗鼓励自己，镇静，再镇静。
半个小时以后，李奇听到瘦脸跟前座的司机小声嘀咕：“在哪儿下手？”对方没有回答，轿车继续颠簸前行。李奇的心仿佛在跟随着车轮滚动，他安慰自己：镇定，千万不能慌。他要想法自救。他想，绑匪也是人，也有善良的一面。于是他更加悲伤地哭道：女儿3个多月大的一天，丈夫半夜没回来，电话也不接，我担心他酒驾出事，就抱着女儿四处寻找，好不容易找到时，他骂我多管闲事。说到这里，李奇泣不成声。前排司机咳了一声说：你别吵了，我们是受人指使的，你哭也没有用，省点力气到阎王殿哭去吧，求阎王爷让你下辈子找个好老公。李奇急得嗓子已经沙哑，被尼龙绳绑着的双手没有一点力气，逃跑基本没有希望，只能智取。李奇偷偷瞄了3个绑匪一眼，对着胖子声泪俱下说：大哥，我不怕死，就是可怜我女儿，她还小，孩子是无辜的。瘦脸身子轻轻一抖，嘴唇张了下，对着胖子要说什么，却没说出口。李奇继续哭诉道：我22岁跟李俊磊结婚，这么多年从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，我们奋斗打拼，日子好了，他却变了。胖子同情说：妹子啊，你也是个苦命人啊。大哥，不能心软，前面有个山坡，就在那儿动手吧。前排司机看胖子有些动摇，就插话说。胖子听完沉默许久说：就听你的吧。李奇的心凉了半截儿。都说绑匪不讲人性，果不其然啊。那用钱满足他们贪欲如何呢？几秒钟的时间，很多念头在李奇心里闪过。这时候司机又发话：别犹豫了，赶紧把他干掉，我女儿的病等不及了。其他2人被他一催，东张西望，似乎在寻找动手的地方。从劫匪对话中，李奇听出司机的女儿身患绝症，急需治疗。我是个母亲，知道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。我邮政卡上有20万，你拿去吧，给孩子看病要紧。李奇的话显然出乎司机意料，他似信非信。这时候胖子催促道：我们不要被他欺骗，尽快找地方做掉他。我不怕死，可就是放心不下女儿，你们体谅一下我这个做母亲的苦心吧。李奇尽量使自己平静。胖子没想到李奇会说出这番话，他愣了一下，继而朝瘦脸和司机望去，像是征询他们的意见。放了他吧，他也是无辜的。司机终于开口：不能放，放了他去报警，我们就全完了。瘦脸反驳道：拿到钱后，你们远走高飞，一切后果由我承担。司机又说。胖子和瘦脸对视后沉默不语。李奇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，他感觉到司机的良知已被唤醒，胖子瘦脸仍在犹豫。于是李奇又故作镇静地说：几位大哥看样子不像坏人，一定是有苦衷，我是知道感恩的人，如果你们不杀我，
我保证出去后不报警。见他们不吭声，李奇又说：你们如果因一时冲动犯罪，肯定难逃法律制裁。你们为这事儿坐牢了，你们的父母孩子怎么办？他们怎么活呀？最终绑匪被说动了，车子吱的一声停在了一个山坡上。3个绑匪把李奇扔在车厢里，锁好了门，下车商量着什么。李奇感觉血气上涌，嗓子一阵发现，能做的他都做了，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想到女儿，他心里一阵刺痛，眼泪又滚落下来。大约10分钟后，胖子拉开车门说：你把银行卡和密码说出来。李奇一听，心里安稳了不少，如实说：大哥，银行卡就在我的包里。胖子拿过李奇身边的包，翻出了银行卡。那委屈你在这儿住一夜吧，等我们拿到钱才能放你走。李奇激动的连连点头。李奇保证自己会遵守诺言。3个绑匪把李奇带到附近山洞内，瘦脸男子留下看管李奇，胖子和司机开车去取钱。这夜，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山洞内，阵阵寒意向李奇袭来，往事也一幕幕在这脑海中闪过。此刻丈夫知道自己的处境吗？会不会是他和周娟合谋的？期间瘦脸说：你别怕，只要能拿到钱，我们就放你走。谁想干这种犯法的事儿，我们都是被逼到绝路的。李奇听了心里一酸，是啊，有谁是天生的恶人，都是无奈而采取的下策。第2天凌晨3时半，瘦脸的电话响了。挂断电话，瘦脸望着李奇说：对不起，哪天我们有钱了，一定来还这笔债。说完，他又掏出300块钱，让李奇打车回去。至此，李奇被劫持整整5个小时，终于用真情打动绑匪，成功自救。李奇顺着野地不知跑了多久，才上了公路。跌跌撞撞地回到家时，已是晚上。女儿苗苗正倚在门边翘首张望，看到他回来，苗苗一下扑到他怀里，哭道：妈妈，你去哪儿了？李奇抱着女儿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听到李奇声音，李俊磊从里屋出来，质问道：你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通。李奇没有回答，他对女儿说：苗苗，你先睡觉，妈妈有话要跟爸爸说啊。女儿乖乖地爬上床，小声恳求道：妈妈，别和爸爸吵架了，我想你们好好的。李奇听了这话，鼻子一酸，泪又流了出来。女儿睡下后，李奇平静地对丈夫说：你是不是想离婚？我成全你。李俊磊愣了，昨晚李奇没回来，他焦急地找了一夜。以前经常闹离婚，等他真不在身边时，才发现自己心里空落落的。这个家离不开他呀。你想什么呢？昨晚到底怎么了？李奇叹了口气，泪水连连地说：这些年我对你关心不够，在你有外遇后，我也只是一味争吵，并没有反思自己。如果你真爱他，我同意离婚，可我们好歹夫妻一场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李俊磊莫名其妙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
见丈夫装腔作势，李琦气得肺都炸了，她狠狠给李俊磊一个耳光，怒吼道：你不要假慈悲了，我活着回来出乎你预料吧？这些年我跟着你风里来雨里去打拼事业，生意刚有起色，你就在外边搞女人，看在孩子份上我忍了，可你也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呀。李俊磊预感到妻子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捂着被妻子打得火辣辣的脸，一边为了擦去眼泪，一边着急地问：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怎么了？看来丈夫并不知情。李琦心里稍微好受些，他把昨晚的事说了一遍，每一个字都像炸弹一样击打着李俊磊的心。李俊磊怎么也想不到周娟如此歹毒。李俊磊庆幸妻子聪明机智，能从绑匪手中自救出来。李俊磊用手撕扯着头发，抽打自己的脸，悔泪交加道：静，我错了，害你差点丢了性命，我不是人呐。平静后，李俊磊决定报警，先是打通了城关派出所的电话，大致说明了案情，然后请求捉拿绑匪，同时惩治周娟。然而李琦却抢过电话对民警说：3个绑匪也算有良心，我也答应了他们不报警，要不我早就没命了。如果你们查到了那些人，教育教育就行了。派出所民警听完后，要求他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做笔录。你哪里像是在报警，简直是在做慈善！李俊磊愤怒道。但是见到丈夫那心底流露出的愤怒和真心的悔改，李琦很欣慰。李琦也知道丈夫尽管痛恨周娟，但毕竟他们也有感情。想到这里，李琦说：你别为难了，周娟是一时冲动，我找他好好谈谈。李俊磊望着深明大义的妻子，愧疚道：我对不起你。下午，李俊磊难抑怒火，冲到了周娟的住处，接连扇了她几个耳光，然后吼道：你对李琦做了什么？周娟看着近乎疯狂的李俊磊，眼神闪过一丝恐慌，躲避着他的目光。他说：他怎么了？他有什么事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李俊磊双眼喷火说：你竟然雇凶杀李琦，你是人吗？周娟听了哆嗦说：没这回事，你听谁说的？要不是绑匪还有人性，李琦早就被杀害了。以后你再敢做伤害李琦的事，我绝不放过你。说完，李俊磊摔门而去。周娟被吓得瘫坐在地。李琦没死吗？这怎么办？难道自己下半辈子要在监狱度过吗？想到这里，他一个机灵爬起来去找李琦。李俊磊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对着李琦跪了下去：老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今后我不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李琦含泪点了点头。正说话间，周娟赶了过来，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嚣张跋扈，扑通一声跪在李琦面前，不停地磕头哭求道：对不起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求你给我一条生路吧。望着哭成泪人的周娟，李琦让她站起来说话。周娟死活不肯：我求求你，我有孩子，我不想死。李琦叹了口气说：我们都是母亲，你当初想过我的孩子吗？我们陪你去公安局自首吧，你放心，我会请求不追究你刑事责任的。
之后三人一同来到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。张叔为副大队长接待了他们，周娟如实交代了自己通过网络雇凶绑架的前后经过，而李琦再一次表达了自己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，因此不希望追究周娟及3名劫匪刑事责任的想法。听完情况后，张副大队长立即请示上级，鉴于案情重大，未造成恶果，但为严肃法纪，仍需立案侦查，确保将3名劫匪缉拿归案，以免新的罪恶酿成。至于周娟，可以办理取保候审手续。目前根据周娟提供的相关线索，警方正在追踪3名绑匪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